女人在飯桌上被小叔子一連扇了6個耳光，可軟弱的丈夫卻始終一言不發，只顧着埋頭吃飯，假裝看不見。而這也讓女人下定了決心，要和這幫寄生在自家的一家人徹底劃清界限。於是她以最快的速度把名下的房子賣給了一位社會大哥，借大哥之手成功趕走了霸占自己房子的一家人，讓他們徹底無家可歸。原來當初女人剛結婚沒多久，落魄的小叔子就帶着弟妹找上门前來投靠，聲稱他們廠子裡的宿舍到期了，想要過來借住幾天。可還沒等女人開口，一旁的丈夫就直接替她答應了下来。都是一家人，跟我和你嫂子还客气什么？随便住啊！然而原本说好的借住几天，結果小叔子一家卻一住就是好幾年，根本就沒有要搬走的意思。後來他們還把鄉下的婆婆和兒子也都接了過來。不僅如此，小叔子也沒有了當初對女人的恭敬，如今的他整日對着女人頤指氣使，大呼小叫。這天小叔子的兒子更是把女人新買的口紅當成畫筆到處亂畫。不是畫筆，這是新買的。嫂子啊，是口紅而已，你孩子叫什麼？小气，你不用大宝的买什么口红？你没钱就是。要我说呀，还不如让我孙子学画画呢。到将来呀，我们当个大画家，给你买一箱。无助的女人只好看向一旁的丈夫，可丈夫卻示意女人坐下，不要跟他們斤斤計較。此刻女人只覺得滿心的憋屈，忍無可忍的她當即表示，這房子住這麼多人實在是太擠了。怎料聽到女人這麼說，小叔子當場憤怒起身，質問她這話是什麼意思。說房子太擠了。我哥的房子，你一個外人有什麼資格說擠？說着，小叔子更是激動的直接衝上前來，二話不說就對着女人一連扇了好幾個耳光。而一旁的丈夫看到這一幕，非但沒有上前阻止，反而在女人挨完打望向他求助的時候，依舊視而不見的低着頭扒着碗裡的飯。這場面當場就把年幼的女兒嚇得直哭，女人只好連忙帶着女兒回到了房間。可小叔子卻還在不依不饒的滿嘴噴糞。給臉不要臉的東西，要不是我哥，誰能住這麼好的房子嗎？可一家人心裡都非常清楚，這套房子明明是女人婚前全款買的，跟丈夫沒有半毛錢的關係。而就在這時，門外突然傳來了丈夫的聲音。軟弱的他不敢指責小叔子的不是，反倒訓斥女人為什麼要跟小叔子計較。蘇婉，你就當為我忍一忍，過去不就算了？一家人，你這麼鬧，還怎麼一塊生活呀？聽到丈夫這話，女人更是氣不打一處來。這些年來，小叔子一家一次又一次的得寸進尺，可丈夫卻從來沒有幫她說過一句公道話，反而每次都讓她忍一忍。女人就是這樣在無盡的忍耐中熬過了這幾年，直到此刻，她才徹底清醒地意識到，一味的讓步只會換來變本加厲。她下定決心要和丈夫以及這一大家子白眼狼徹底斷絕關係。於是她連夜聯繫上了中介，以超低價把房子掛了出去。很快，第二天就有心儀的買家交了定金，簽下了購房合同。可直到現在，丈夫還認為女人會像往常一樣妥協讓步。你去哪兒了？為什麼不接電話？你還在生氣？我們談談。現在想談，晚了。隨後，女人回到家，收拾好了行李，準備帶着女兒回娘家。可丈夫卻威脅她，要是趕走以後，就再也別想回來。殊不知，女人根本就沒有再回來的打算，於是直接帶着女兒頭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見狀，丈夫連忙緊張地追了上去，可剛到門口就被婆婆一把給攔了下來。讓她滾，有她後悔的。就是哥，你就是太慣着，才讓她分不清大小啊。蘇婉，有本事你就別回來！第二天一早，女人來到房產交易中心，順利辦好了過戶手續。緊接着，她正式向丈夫提出了離婚，並且為了避免丈夫繼續糾纏她，於是直接拉黑了丈夫所有的聯繫方式。而另一邊收到離婚短信的丈夫徹底慌了神，可一旁的幾人卻一口咬定女人只是想嚇唬一下他，根本不敢真的離婚。小叔子更表示，像女人這樣不聽話的老婆就應該好好打一頓。婆婆也跟着附和說，等女人回來了，必須給她點教訓，讓她長長記性。而丈夫不敢有半句反駁，只好表示自己要出門上班了，讓他們在家好好待着。可丈夫走後，小叔子又有了得寸進尺的想法。等大哥晚上回來，跟他商量一下，讓我和冬梅和您孫子去住住。反正我大哥現在一個人用不了那麼大房子。是啊媽，你有小過室，我們一家三口都住客廳好幾年了，也該讓我們住住主臥了。婆婆聞言當即一口答應了下來，還說這麼做正好也能給女人一點教訓，看她以後還敢不敢鬧着回娘家。可就在這時，門外突然響起了門鈴聲，小叔子當即認為肯定是女人回來認錯，於是便讓弟妹趕緊去開門，表示自己要好好收拾她一頓。可打開門後才發現來的不是女人，而是一個壯漢。你們找誰？我誰也不找，我是來收房子的。收房？